期待，后来的无奈，看遍了人生百态。无奈的后来，原来还期待，学会了放下姿态。你的爱让平淡变精彩，你的关怀让花再度盛开。庆幸你一直在，我们一直都在。痛过几回，谁辜负过谁？多少机会最后都变成了眼泪，慢慢学会微笑去面对，紧紧拥抱相依偎。痛过，所以阳光显珍贵。多少冷风吹干了眼泪，天使微笑相伴相随。爷爷，吓我一跳！你为什么要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？这是你的房间吗？你要隐私权，对不对？我出去，我出去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没头没脑的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只表它根本一文不值，我刚才拿去当铺问过了，那个店员说这只表根本就是假的。你这臭小子啊！你竟然拿表去当！我没有拿去当的话，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可是你爸的遗物啊！我只是想拿去当，不是卖断。等我有钱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赎回来啊。反倒是你啊，为什么要骗我说这只表是价值连城？只要你不拿表去当，它永远都是真的。你一旦拿去换钱，它就自然变得一文不值。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是真是假，而是它对你爸爸的意义。那你也不应该骗我说这只表很值钱啊，害我对它存有幻想，真的是丢人现眼。它的价值，对你而言也许连一粒尘都不如，可对你爸来说，它是价值连城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为了钱可以拿你爸的遗物去当。你要怎么说你好呢？哎呀，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你要是肯帮我的话，我就不需要这么做啦。你曾经在金好之家当过中心副经理？哦，是的，但是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需要离开。你为什么会想加入这个行业？因为这一行，你帮助别人所得到的喜悦和成就感，是别的工作远远都比不上的。我之前不懂，但自从到了静好之家后，我发现长辈们脸上的笑容无比珍贵。如果被录取的话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？哦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你回去等通知。哦，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？如果你肯聘请我的话，我是否能先预支半年的薪水啊？Bro， 有没有搞错？去面试就马上要求预支薪水，谁敢请你？我当然知道是不可能啦，我是随口问一下吗？对，搞不好他答应嘞。我不知道你是天真还是傻。算了算了。哎，那个臭头大嘴怎么还没来啊？应该是担心你要跟他们借钱吧？我就知道。嗯，你就不怕不是吧？你叫我出来，真的要跟我借钱？Bro， 只是一点钱而已，对你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，还不够你去一次赌场嘞。你要借多少？2000。2万啦 ，Bro。2万。兄弟一场，凭我们之间的交情，这点钱对你来讲应该不算什么。好好好，等一下我转给你。
Thanks 啦，bro， 来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你现在看的这幅画，就是那位郑宝义女士画的，她有轻微的失智症。这幅画画的是她跟她家人的欢乐时光，底价是500。谢谢光临。啊，欢迎！来，请请看，来看看。你看。你看的这幅画是那位郑宝义女士画的，底价是难怪没人买。您好，这些都是乐龄护理中心长辈们的画作，水准不怎么样啊。这点我承认，毕竟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画家，但每一幅画都很用心，背后都有它的意义。希望你能多多支持。手牵手。岁月静好。画这幅画的人，我能见见他吗？不好意思，他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见他，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，我会叫他联络你。你在干嘛？走路一直看电话，吃饭也是在打电话。我的朋友啦，他说他会转账给我，可是等了半天，钱都没有进，电话也不接。你需要钱来干嘛？当然是买画啦。我的爷爷啊，死都不肯借我钱，其他方法我也试了，都没有用。啊，你是为了叶枫要借钱买下所有的画，对不对？才不是嘞，我是为了帮那班长辈们完成他们的心愿，帮助校长难。难得他们这么团结。静好之家到底有什么魔力啊，让你改变这么多？我有改变吗？我还是以前的我啊。我看你是变了自己都不知道啊。放心，如果那些画卖不出去，还有我啊。你？对啊，我还有一些积蓄，更何况是为了树桐的爸爸。你还有脸讲我？为了自己喜欢的女生，不惜拿出多年的积蓄啊？你也不是一样，你还有脸说我啊？就凭你这句话，已经证明你喜欢叶枫了。我是担心他被人骗。今天如果那个人对你开出一样的条件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去的 ，OK？ OK， 我信你才怪啊！我太了解你了，你只是嘴硬。如果叶枫知道了，一定很开心的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他说，没有必要让他知道。知道啦。喂 ，Hello， 你在哪里？这个时候当然是在工作啦。正好，我现在在静好之家外面，你出来接我。啊？哦 ，OK， 好，你等我一下啊。这是死定了啦！安哥，你在这里啊？在等医师啊？是啊，都这么久了还不出来？哦，等很久了。这样脚应该很酸了吧？附近这里有一间咖啡店，我们去找地方坐好，过站在这里等。不，今天呢，我就是想在这里等他。哦。医师的人缘很好的，长辈们都非常喜欢他，他是 SCC 的开心果。是吗？你吃饱了吗？还没，不过已经气饱了。啊，爷爷，你怎么会跟流氓在一起啊？哦，你是不是带我爷爷来看画展了？刚好遇到，所以过来打招呼。原来是这样，等了很久了吧，爷爷？你还说，你从里面出来都需要花半个小时，就算电梯坏了，爬楼梯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。难不成你是迷路了？哦，不是的，爷爷，我刚才在楼上帮一个长辈剪指甲，所以一时走不开。对咯，
这里一般上来一个开始剪，其他都会想要剪的，所以没完没了的。行了，那，你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。今天就陪爷爷进去参观一下。不可以，因为长辈们都在睡觉。是啊，爷爷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人家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我们去的是乐龄护理中心，又不是去疗养院。因为静好之家有个新的规定，就是闲杂人等不可以进去啊。是。意思是这里的员工，我是他爷爷，也算是闲杂人等吗？不算。行了，你想瞒到我什么时候呢？我全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啊，爷爷？你说呢？我说啊，伯乐，我帮不到你了啊，你好自为之啊。喂，不讲义气这个。既然你早都知道了，为什么要耍我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想瞒我到什么时候。我承认我是被开除了，无法完成任务。但是我已经去好几家疗养院面试，我相信总有一家会录取我的。这一次我一定会做满1年。其实刚才我去了静好之家看画展，还遇到了几名乐龄护理中心的人。您真有眼光啊！这幅画是我们全场最棒的一幅画了。的确画得不错了啊。值得收藏。他们是乐龄护理中心的长辈们。你刚刚说他们都是乐龄护理中心的长辈，那你们应该认识梅医师了。当然认识啊。你也认识他？我是他爷爷的朋友。今天来看画展，才知道他已经没有在这里工作了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？没有，他没有做错，他是因为私人原因才会离开的。我们也觉得很可惜，我们都很喜欢他，舍不得他离开了。是啊，我们跟他已经成为忘年之交了。虽然他不在这里工作，可是他经常回来看我们，还买东西来给我们吃，真的很好，很好人。其实卖画是他的主意，所以我们才会办画展。他呀，也就是为了这个帮助我们这里一位老人家筹那个手术费。这个年轻人真的很难得，很有我们的心的。你看，是不是可以买他的画啊？有一个话很多的，还告诉我说，有一次阿龙找上门，你还挺身而出帮助他。一定是机关枪。你老爱给人家取外号，这样子比较亲切嘛。不过通常都不是贬义哦，我还是有原则的。只要对方能接受那就好。对了，上次你跟我借钱，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个人。对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死都不信。我当然不信了，因为我还没死嘛。谁叫你以前记录不良啊？好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你借1分钱。真的？真的啊！你是要我发毒誓，还是要立字据啊？都不用，你可以回来呀。回哪里啊？当然是回酒楼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用到外面去找工作了，我呢会慢慢的把酒楼的生意交给你打理。就这样？你还要我铺红色地毯欢迎你吗？爷爷，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感觉你很像急着要我回酒楼啊。叫你回来还问东问西呢，真是的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？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啊？乌鸦嘴，乱说话。我只是觉得年纪大了，想要开始享享清福。这一次你回来呢，不需要从低层做起，我会特别安排一个经理的位置给你。不过，答应爷爷，一定要用心的做，可不能得意忘形哦。怎么，还需要考虑啊？是啊，爷爷，不如你让我再想想吧。叫你回来还吊起来卖呢。老实说，我现在对打理酒楼真的没有兴趣。
在我离职的这段期间，我去进修了很多护理课程，我也学习了很多东西。所以爷爷，我想转换跑道。你是脑子进水了，还是被驴踢到了？那酒楼谁来管呢？那不是还有你吗？这万一我不在呢？放心，爷爷，我从小就许愿你能长命百岁，所以你至少能多做20年。别闹了，我可是认真的，不准开玩笑。哎呀，那你就请多一个人来打理好了。那可是我跟你爸的心血呀！你也不能怪我，当初也是你送我去静好之家的。你，爷爷，爷爷，哎呀，今天冷冷清清的，连只蚊子都没有。哎，没关系啦，还有今天。大家不要这样，我们笑一个啊，人家看到了才会进来嘛。早知道我就不要画了。要有耐性嘛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这是画展，不是在卖青菜。哦，跟那时一样，还差大概2万。这么差的？哎，都最后一天了，看来没希望了。大家不要气馁好不好？还有时间。笑一个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出去谈。干嘛啦？这是什么？你不能出卖自己的。如果只是吃顿饭就能帮到他们，我可以委屈一下。你的想法怎么跟那个没意识一模一样的？你跟他讲啊。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啊，毕竟他为这个画展也付出了这么多。所以他是认同我这么做。他是觉得吃顿饭可以筹到2万块是很不错，但是我知道他是关心你的，只是装作无所谓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义是为了你付出些什么。他这几天为了筹钱，到处去跟他朋友借钱，还被他爷爷发现他丢了静好之家的工作，现在损失惨重，不能继承他的家族生意，连他最爱的游艇都没了。什么家族生意？什么游艇？你不知道咩？对了，你不知道。就当做我什么都没说了。你也认识他？我是他爷爷啊的朋友。难道那位老先生就是他爷爷？各位长辈，好消息，有一个匿名买家以2万买下所有的画作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钱都过账了。到底是谁啊？我们要谢谢他。啊，都说匿名买家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去找 Madam Wong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达标了！哎呀，你们现在应该很开心吧？匿名买家就是你啊。都说是匿名了，你还问我？谢谢你的慷慨。不用。OK， 看来这里也没有我的事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大家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后会有期。等一下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好啊，我再联络你。你可以再给我多一张名片吗？没问题。谢谢。李彩恰真的做得很好。真的吗？比起之前我帮你设定的目标，你现在情况更好。我会跟你的物理治疗师、社工还有梅荣商量，如果你的孩子同意的话，以你现在的情况，可以不用再来 SCC 了，建议你到 SCC 乐龄活动中心。可是我很喜欢这里耶。其实 SAC 和 SCC 差不多的，也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，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可以参与。差别在于 SAC 是免费的，而且可以随时进出。你离开了 SCC， 可以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是更好吗？也是不错啊。如果你想念这里，随时欢迎你回来做义工。好。行。哎呦呀！哎呦，怎么了，爷爷？你今天状况不是很好啊？还不是担心酒楼
你又不让我出院。医生都说了，你的脊椎是旧伤复发，不能站太久，需要好好休息。那最多不站，坐在那里也行啊。酒楼一天没有你也能正常运作的。我就是不放心呐。你说来说去，就是要我回去掌管酒楼了。哎，我可没逼你哦，你自己凭良心做事啊。总之，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养好身子，酒楼的事情就不要操心了。要是真的有这么容易，那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了啊，在你康复之前，我会回去帮你看这酒楼的。真的？那我没事了。哎，爷爷啊，你是不是在使用苦肉计装病啊？难道你真的要看到我闭眼伸腿死了，你才相信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可以不要一直学我讲死吗？我现在回去了啊。赶紧去吧啊！去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行了。我们继续。来了，等很久了。哎，回来。真的要恭喜你啊！你爷爷真的肯让你接手酒楼的生意啊？有什么好恭喜的啊？虎落平阳，龙困浅滩了。干嘛？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怎么得到又不开心？说来话长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画展办的怎么样了？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就想要跟你讲画展的事。我一直以为画展的画卖不出去，怎么知道突然有一个匿名买家来电话，说要用2万买下所有的画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你不要开心得太早。那位匿名买家就是想约叶枫去吃饭的那个家伙。更糟糕的是，叶枫这一次呢，主动约他吃饭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应该没有我的事了。不会吧？你已经放弃叶枫了？他都说他不喜欢我了，我干嘛自讨没趣啊？你不怕他有危险啊？不如你跟着叶枫，确保那个2万不会对他怎么样。什么2万？你真的很喜欢给人家取外号哎。总之没有我的事啦，至少你还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去关心他。走了。要吃什么啊？随便啊。Mr. Ma， 哎 ，Sister Wong， 你来了。听说你不舒服啊？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我本来要带他去的，他就是不肯，坚持要等你来。哎，看医生有什么用？没病都看到变成有病。我帮你检查一下。你的脸色不大好，而且越来越瘦，你是不是没有吃好睡好啊？他最近的胃口不太好，老是觉得有食物粘在喉咙，吃不下东西，又老是呛到，所以就不吃咯。我煮了一点粥，来吃一点吧。来，纸巾，没事吧？Mr. Ma， 来，喝一点水，喝小口。妈，你血压很低，喝水也会呛到，大概是有吞咽障碍。我建议你去给专科医生检查，诊断一下。我不要去医院，我不要去医院。你现在这情况啊，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生活起居，你应该去看医生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陪你去的。啊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幸亏有进来做检查。哎，人老了不中用了，才那么一点点病，就得住院。因为年纪大了，免疫系统下降，所以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，最好到医院检查，不然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。这个世界上，有谁会喜欢来医院？
每个人都害怕自己的身体有病。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，至少在医院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，能够针对你的病情，帮你诊断和治疗，减少你的病痛。是啊，只要听医生的话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别想那么多，好好休养。妈，慢慢，为什么你不用拖把抹地啊？用布抹才干净。妈，你宁愿看电视，也不肯去失智症日间看护中心啊？我不喜欢去那里，有一股味道。什么味道？老人味咯。你去那边可以交朋友，也可以参加活动，不好吗？他们不喜欢我，我也讨厌他们。谁不喜欢你啊？那些老人哦。嗯。嘿，你偷吃我的面包！妈，怎么啦？我还没吃饭。你吃过了，你刚才还偷吃我的饼干啊！妈，他想吃就让他吃。那以后他要吃鲍鱼鱼翅，都要让给他吃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他只是想吃一个面包。他搬进我们的家，就是我们一份子了。什么都要让给他，以后跑到你头上去，让。辛苦你了，我知道照顾我妈很不容易。她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只是患上失智症之后才变得这么不可理喻。希望你体谅。我等一下带她出去，你想吃什么自己煮。我会告诉她，以后让你好好吃饭。慢慢从外地来到我们家工作，很辛苦的。我们是应该好好对待他的。我对他不好吗？他跟你投诉啊？你怎么可以听他的一面之词呢？他没有跟我说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帮佣人很好，很勤奋，而且呢很体谅你，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好好照顾他。为什么要对他好啊？我们是有付钱给他的，他工作辛苦是应该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他不仅是我们家的帮佣，他也是人家的女儿啊。你想想，如果我跟若君到外地工作，受到人家的恶待，你是妈妈，你会心疼吗？若君要出国公干了，我只是说如果。你叫他不要去，为什么你一直问若君？你不关心我？你啊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喜欢胡思乱想。其实我对你们姐妹俩的感情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要把一碗水端得平平稳稳，不溢出半点水来，你以为很容易呀？我只是发发牢骚，没有怪你。还有啊，你小时候的脾气很固执，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，得不到呢你就绝食。每一次呢，我都要偷偷瞒着你爸煮东西给你吃。哎呀，你爸呢？他没有出来呀？妈，爸他不在，他走了。他走去哪里？爸已经过世很多年了。我怎么不记得了？爸。哦，
Hello， 嚣张，啊，不是，张叔。喜欢叫什么都行。爸，流氓买了一些补品和水果给你。哎呀，干嘛要破费呢？这些我都不见得有命吃。爸，怎么说这些话？开开玩笑而已。我知道，张叔，祝你早日康复。好，谢谢。你叫臭流氓？不是，我姓周，名叫流氓，但是是留下光芒的流氓。哦，周流氓啊，你替我谢谢阿超他们，跟他们讲，只要我不死，那个人情我一定还，加倍还。我会的，不过我觉得还是等你出院后亲自跟他们说会比较好。哦，书童，你拿那个苹果去洗一洗，切一切，啊。你坐。哦。我这回进手术室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来。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你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尽管问。你对我女儿是真心的吗？当然。你真的不介意她的过去？你也会好好对明明吗？我一开始就很清楚书童的背景，如果介意的话，就不会追她了。我知道我这个女儿长得漂亮，你不要新鲜感过了之后，就嫌弃她、抛弃她。张叔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啊。你能给我什么样的保证，让我放心把他们交给你呢？你的意思是，要我娶书童，给她一个名分？我是没问题，我只是担心书童会不会觉得太快。结婚也是可以离婚的，这算什么保证？没诚意就算了。我对书童是认真的，你要我保证，我父母留了一间祖屋给我，如果我们结婚了，我可以加上书童的名字。这样而已啊。我还有一笔储蓄，我可以压在你名下。如果我变心了，我就会失去所有，可以吗？你有多少钱呢？都在这里。爸，不需要什么保证。你呀，人家叫你保证，你就把全部的钱拿出来，万一我们是骗子怎么办？被你骗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说笑而已，没想到流氓这么认真。不过我喜欢认真的人啊。如果你刚才信口开河、乱发毒誓，我马上赶你出去。真受不了我爸。没事，我知道他是因为关心你和敏敏。喂，你怎么随身带着存折？最近我都把它带在身上，就在想，如果筹款不达标，我可以随时补上。现在提款都不需要用到存折，用手机上网或刷卡就好了。这些我都没有申请。哇，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？这样才可以知道每个月的花费有没有超支啊。看来你和我爸是同一类的人。真的啊？不知道你爸会不会接受我？喂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吗？还是被形势所逼？我刚才说很多话，你指的是哪一些话？你跟我爸说的那些话，是要娶我？当然是形势所逼，不然我哪里敢讲啊？喂，不要再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才刚在一起不久，我怎么敢乱想？就算我想，你也不会答应，对吗？你又知道？所以你是答应了？谁答应你了？那么没有诚意，慢慢等吧。我很有耐心的，等一辈子都没有问题。等一下需要我陪你去带敏敏吗？不用了，你明天还要上班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好吧。拜拜。拜拜。
有了新欢，难怪连我电话都不接了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见敏敏。休想！哎，怎么说我都是他老爸嘞？不要再骚扰我们，不然我报警。尽管报，这里是公共场合啊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你不要假惺惺啦！你不可能是因为敏敏来找我。你要钱是吗？我没有，就算我有，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张书彤，你不要逼我啊！你自己做过什么，你自己知道。还不都是你逼我的？哎，不要这么说，我们可是最佳拍档。如果你忘记了，我可以把我们之前怎么勒索人的视频还有照片发给你。哎，要不然发给你 boyfriend 啊，看他看了之后啊，有什么反应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要你回到我身边哦。讲到这么好听，你只是要我当你的摇钱树，继续跟你一起到处骗人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这样说就是没有得商量了啦。我已经想通了，不会再走回头路。你看在女儿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好吗？放过你不是不可以，一口价5万。要讲我没给你机会呀，不过我给你3天的时间准备，钱没到手你就准备爆红了。好啊，我们警局见。我相信你应该不会笨到去报警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啊，我死啊，你也不会好过。还有啊，要玩游戏跟看视频就按这里，知道吗？来，你们试试看。哎，牛马啦，可以过来一下子吗？你们慢慢玩啦。我想找一个朋友，怎么找啊？我不是帮你弄了一个社交媒体账户吗？对呀，就在那里找啊。怎样找呢？我教你。你朋友叫什么名？阿飞。阿飞，知道他的全名吗？我们每次都叫他阿飞，不懂他的全名叫什么。哦，那他大概几岁？哦，比我大很多了，差不多70多岁。哎，是不是大海捞针啊？麻烦就不要找了。不会，只是找一个人，就像 Madam Wong 所说的，应该不难。我先教你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慢慢找。很简单的，你就按这里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按。谢谢。你以后不用再帮我买午餐啦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吃到腻了？就当我买别摊哦。不是啦，我现在已经不赶时间了，所以你不用帮我打包，我可以出去吃啊。你是不是要跟那个2万去吃饭？什么2万？那个2万啊！什么2万啊？那个要用2万块买下所有画的人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跟医师一样啊？喜欢帮人家取外号，他有名字的，叫 Andy。所以我真的猜中了。我们是约在今晚了，不过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订餐厅，也不知道要请他去哪里吃饭。不懂去哪里吃就不要吃哦。人家捐了很多钱，而且我说过要好好谢谢他的。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突然想到，你可以去哪里吃了。谢谢惠顾啊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书童，你爸什么时候动手术？明天。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，没有去陪他？今天又不是我的 off day， 但是我明天已经拿假了。你现在就去陪他吧，这里有我看着，没事的。哈，不好吧？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家人重要？你再不走，我就改变主意了啊。谢谢你。有。哎 ，brother， 你今天会不会去酒楼啊？会啊，怎么要过来找我啊？还是来找你的相逢恨晚啊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会不会在，因为今天有贵宾会去吗？贵宾？谁？诶，你不就是那个派传单的吗2万，原来是你呀！什么2万啊？哦，2位是吧？来这边请。
老板，让我来吧。哦，不用，我的朋友。坐吧，来。我们能不能坐在那个角落啊？我比较喜欢清静一点的。好啊，来这边请。好，这里坐吧。谢谢。你们两个很熟吗？今天2位想点什么？你帮我们介绍吧。好，那我帮你们点吧。所以那次那个画展，你们计划多久？什么少东？就算是老板，还不是一样要看顾客的脸色？喂，臭流氓！我叫你帮我看这叶枫，你竟然安排他们来我这里吃饭，你想气死我？Brother，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那里是你的地盘，叶枫在那里一定很安全的。哎 ，bro， 我不跟你说了，相逢恨晚打来了，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啊，拜。喂，没意切处。喝水吧。啊，等一下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这个人趁你不在的时候，在你的饮料下药，现在还偷拍你的裙底。我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啊？这位先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冤枉我呢？你不用解释，现在把你的手机给我。那你又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让你检查？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，为什么怕我检查？分明就是心虚。好啊，我可以让你检查我的手机，但如果证明我是无辜的话呢？如果你是无辜的，我就跟你下跪道歉。那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也听到了啊。不要搞到下跪吧，只要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有冤枉他吧？他真的没有，你自己看吧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到他偷拍的，你是不是删掉了？你认为我刚才有时间删掉吗？那饮料你怎么解释？刚才我看到你下药。叶枫说他的喉咙不舒服，我刚好也带了止咳化痰的喉糖，要不要也来一片？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说话算话吗？不用闹到这样吧，他也是担心我一时情急才会误会你的，我代他向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算了吧，我给叶枫面子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话到嘴边，勇气总是少一点。其实流星划过那瞬间，我望着你偷偷许了1个愿，期盼某一天和幸福相见。如果这爱飞得有
心线缠绕缱绻，撰写对你的誓言，一篇一篇，等它渐成缠绵缱绻。